俄罗斯空降兵总部遭到海马斯袭击，200名俄军精锐阵亡，俄军战机或将撤出克里米亚，避免再度遭遇袭击。800架台湾无人机赶赴乌克兰参战，可向俄军投掷炮弹。德国再度援助乌克兰5亿欧元装备，乌克兰已逐步完成装备北约化。美军霸主项目无人舰水手号正式入列，预计将在2023年形成战斗力。下面由大兵带你一一了解。就在8月26号下午1点，乌军使用了海马斯打击了位于卢甘斯克州卡迪耶夫卡的俄罗斯空降兵驻地的顿巴斯酒店，大约有10枚火箭弹命中目标。卢甘斯克州州长在报告中表示，有200名俄军伞兵被炸死。据了解，这个顿巴斯酒店其实早在2014年开始就一直有俄军驻扎，而类似这样的事件呢，在8月份乌军的海马斯至少干了2次。其中一次是端了位于卢甘斯克州的波帕斯纳市的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总部。这几次的袭击呢，也让俄军明白其控制地区已经被乌克兰的情报人员给渗透成筛子了。此前呢，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俄乌基辅战役时呢，就曾表示，在基辅苏梅战役中，乌军能取得胜利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到处拿着手机的乌克兰当地人。每一个拿着手机的乌克兰人都有可能是乌克兰的情报人员，他们会通过手机拍摄到发现的俄军弹药库、指挥部、行军队列以及炮兵阵地等部署情况，然后通过特定的 App 将情报发送到乌克兰情报部门进行分析整理。因此，在乌克兰军方眼中，俄军的行动近乎透明，这也就是为什么俄军会经常受到乌军伏击的原因之一。同时，在当天，乌克兰国防部表示，目前乌克兰军队拥有20多个海马斯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他们没有一个被摧毁。反观俄军那边呢，已经有50多个弹药仓库被去库存，并且按照乌军的统计，从2月24号战争爆发以来，俄军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 4.6万人，其中包括2名中将和10名少将，1100名中尉和上校军官。老实说，仅凭多套多管火箭炮就足以改变这场战争的战场形势，估计是连美军自己也没想到。毕竟陆军在美军中呢，也只是个3等人的角色，而海马斯这种陆战武器呢，在美国武器库中的先进程度排名更是排不到前10名。当然，这一点也不排除是陆军为了向国会老爷多要点军费，毕竟就连最先进的 F-35都被美国媒体说的缺斤少两的。而像是海马斯这种类型的多管火箭炮，俄军当然也有，并且其纸面数据看着也十分先进。可惜在进入俄乌战场后才发现，俄军的那些武器啊，还真的就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光从使用的武器装备来看，现在乌军的北约化程度甚至高过了战前的东欧国家。同时，那些使用苏制武器的国家也都随着这几次的军援，让自家成功完成了去俄化。这也算是俄乌战争后俄罗斯的另一种功劳吧。而在赫尔松地区呢，乌克兰袭击了赫尔松西北部的俄罗斯军事指挥人员，对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第11和第83独立空降旅进行打击，这可以降低俄军在赫尔松行动的一部分能力。不过，同样由于进入赫尔松西部的安东尼夫斯基桥和达里夫卡桥遭到破坏，乌军也无法运送重型装备过桥。不过，目前乌军已经控制了赫尔松州罗佐夫附近的因胡莱茨桥头堡，可以进行稳步推进。根据俄罗斯当地媒体报道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男爵信号营将在赫尔松州部署俄罗斯野战哨所，并为新的俄罗斯第3集团军提供指挥和控制。这表明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会在赫尔松和乌克兰南部部署第3军团。当然了，这第3军团去了有没有战斗力还不好说。毕竟呢，这个第3军团的志愿营只完成了一些简单的初步军事训练，即便是为其配备了 BMP-3 步兵战车和 T-80坦克，但能否使用好这些武器呢，还是仍有怀疑。而且根据第3陆军军团成员的图像显示，这些志愿者大部分年龄都比较大，再加上俄军并没有经验丰富的士官来指挥这个军团，因此真的到了战场上的战斗力能发挥多少就不好说了。而这一点呢，也代表俄军在耗尽了俄罗斯地理和经济外围招募的战斗来源之后呢，将转入一个新的动员阶段。如今，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圣彼得堡地区正在招募志愿军，其工资大概在每月1200到1300美元。
另外，根据8月22号的一份北约报告称，俄罗斯可能会从克里米亚撤出其空军，以防止来自乌克兰的进一步袭击。据称，俄军方已经将6架苏 35S 战机和4架米格 31BM 拦截机转移回了俄罗斯本土，以免遭到乌克兰的打击。不过，至今还有32架俄军战机停在此前出现爆炸的贝尔贝克空军基地。而自从克里米亚的几次爆炸之后呢，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无人机袭扰变得频繁，相应的，俄方增加了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数量，也加强了对大桥的防空保护，并且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将 S-300 防空系统从叙利亚运送到新罗西斯克，未来这套系统很有可能会部署在克里米亚。而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举动呢，也恰恰表明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正面临严峻的防空挑战。接下来，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整个俄乌战场。在8月27号，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向伊久姆西南约15公里处的布拉日科夫方向推进，同时，俄军还继续沿着伊久姆斯拉维扬斯克战线进行空中侦察，并且直接对斯拉维扬斯克进行火箭弹袭击。而在巴赫穆特南部，乌克兰军队再一次成功击退了俄罗斯在索莱达尔地区的进攻。负责该地区推进的俄军不是营级战斗群，而是瓦格纳集团领导的雇佣兵团队。在战场之外呢，立陶宛再次众筹，打算向乌克兰援助无人机。立陶宛防长阿维萨斯·阿努萨斯卡斯在推特上表示，筹集的部分资金将转移到立陶宛国防部，并将用于在波兰购买自杀式无人机，然后送往乌克兰。这项活动呢，由一名立陶宛记者发起，截止到结束，这名记者已经筹到了154.5万欧元，这些钱呢可以购买波兰制造的20架 Warmate Kamikaze 无人机，而该公司的制造商 WB 集团也将向乌克兰免费提供另外10架无人机。而这场战争呢，也导致欧洲能源成本开始持续飙升。俄罗斯为了增强其能源的话语权，开始减少通过北溪1号向欧洲天然气的供应量。但是由于多余的天然气呢没有合适的买家，俄罗斯本身也不具备消化储存能力，因此从6月开始，俄国的大量天然气被直接烧掉。其中圣彼得堡附近的波尔托夫液化天然气工厂每天燃烧约443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估计每天烧掉的价值呢是1000万美元。而这个举动与其说是赌气，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俄国目前也只能在能源上给欧洲施加压力了。但事实上，对多方寻求能源替代的欧盟而言，目前看不出来会向俄罗斯妥协的迹象。德国《明镜周刊》周五称，俄罗斯特工正偷偷潜入德国境内的军事基地，试图偷窥乌克兰士兵在使用什么武器对付自己。而德国的军事反情报部门 MAD 却早已经掌握了俄罗斯这些间谍行动的线索。其中被特工监视的军事基地分别是伊达尔奥伯施泰因基地和格拉芬沃尔基地2个军事基地，而后者呢，实际上是美军的军事基地。据了解，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德国军事教练正在教乌克兰士兵使用 PZH-2000 榴弹炮；而在格拉芬沃尔基地，美国的武装部队则是在对乌克兰士兵进行北约体系的火炮系统培训。根据 MAD 的说法，俄军的这次特工渗透是想要了解乌军正在训练学习哪些武器，从而进行硬800架。而在乌克兰举办的第2届克里米亚平台在线峰会上，德国总理也在会上宣布，将再向乌克兰交付价值超过5亿欧元的武器。根据德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透露，这次的援助方案当中呢，包含了3套 Ares-T 防空系统、10几辆装甲抢救车、20辆装载式火箭发射，总价值超过了5亿欧元。同时，德国还承诺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德国总理表示，只要乌克兰需要我们的支持，德国就会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方。我确信乌克兰将克服战争的阴霾。同一天，美国也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30亿美元援助。在当天，有多位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了美国最新的援助计划，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援助计划，价值约3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另外6个国家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并为 NASAMS 增设弹药，以及多达24万5千发的155毫米火炮弹药和6万5千发120毫米迫击炮弹药，24个反火炮雷达、激光制导火箭系统，以及2款无人机系统和1款反无人机系统。该计划呢，预计24号正式宣布，
这天呢是乌克兰国家独立日。不过，美国官员指出，这次的援助不同于以往的短期应急，主要是用于帮助乌克兰构建长期防御，因此将是长期项目。许多武器、弹药和设备可能1-2年内都不会出现在前线，并且该计划不仅是为了满足乌克兰未来潜在的国防需求，还是对乌克兰政府的承诺，即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即使战争结束。据了解，今年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10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德国承诺的援助则达到了12亿欧元，其他的诸如英国援助了23亿英镑。如今，美国海军已经将其第3艘霸主项目无人舰命名为水手号，另外2艘分别是游侠号和游牧民号，并接受该舰入列美国海军。之后，美军将会使用该舰进行一系列的海上和岸上实验，以验证无人舰艇在执行作战和巡逻等任务时的作战效能。在完成测试之后，该舰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基地，并在2023财年正式开始运营。该舰艇配备了先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虚拟化宙斯盾战斗系统、自主导航系统等等。目前，美国海军的无人舰艇已经参与过多次多种不同的实验。2021年6月，游侠号由墨西哥湾海域穿航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到太平洋海域参加环太2022国际军演。到了同年6月，游侠号无人舰艇已经完成了集装箱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的实验。根据美国海军的计划，未来其海军将会大量使用大型无人水面舰艇，会比目前的霸主项目无人舰更大一些。根据此前美国海军提出的2022财年长期造舰目标，美国海军将会在装备355艘现代化舰船的同时，装备总数从143艘到242艘不等的无人舰艇和水面作战平台，舰队总规模将会达到525艘到688艘的级别。同样，在确立了无人舰艇将会是美国海军内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后，美军也开始进一步研究无人舰船的作战方式，以及工程维护细节等具体的项目。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扩大无人舰艇将会让美国海军在未来仍稳居第1宝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各位对于无人舰艇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